而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虽然只是半道神的实力，可同样也无比的震惊。他们各自的心中颇为复杂，但都清楚地感受到了眼前这位老者话语中的重量。老者的目光这是在他们的身上一一扫过，旋即他的声音平静而有力地先介绍起了自己，道：我现在算是神州皇国的老君王，基本上不管皇国中的任何事务，现在那些繁琐的事情都是由现任的3大君王所打理。老君王？萧炎他们这才知道，眼前的这位身穿华贵长袍的老者，竟然是神州皇国的老君王。这也就想得通了，为何眼前的这位老者能够看穿他们所有人的修为。在他们刚刚进来神州皇国的时候，那位迎接他们的就是3大君王之一的启君王。当时那位启君王的气息波动，也是一位已经踏入大道之境的主神。而现在这位老者乃是已经退位的老君王，虽然不管理神州皇国的一切事务，但是他的实力可比现任的3大君王更加的强大一些。其实我叫你们进来是为了确认一件事情。这句话似乎包含着一位老君王的威严与不容置疑的信念。老君王前辈，是确认什么事情？萧炎上前一步，拱手询问道，并且带着一丝疑惑，自己与这位神州皇国的老君王也才第一次见面，根本算不得上粉熟，为何对方会这样问呢？刚刚我就已经感应到你们3位身上的修炼之物乃是大咒神物，而以修炼大咒神物的修炼者几乎很少。当年老夫也见到过修炼大咒神物的修炼者，但他们可都是传说级的无上存在，而且他们所修之道与你们现在的一模一样。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你们是那些无上存在的后裔？这也是为什么萧炎灵动牧尘一进来神州皇国的时候就如此特别关注他们，毕竟这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听眼前这位老君王的意思，以为我们是那些无上神的后裔。片刻之后，萧炎他们的目光与那位老君王对视着，身姿挺拔，眼神坚定。萧炎微微的摇摇头，语气平静的说道，我们并非那些无上神的后裔，我们只是他们的无上传承者。萧炎这一番话的解释如同石激起涟漪，让老君王的目光瞬间闪烁出惊异的光芒。老君王的眼中仿佛有星辰闪烁，他的嘴角微微颤动，发出轻微的声音。无上传承者5个字从老君王的嘴里一出，似乎带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而起。老君王的手指轻轻敲击着自己端坐的靠椅，每一次敲击似乎在散发出特别的节奏效应。他随后凝视着萧炎灵动牧尘，似乎要从他们的身上看出些什么。片刻后，老君王的眼神变得无比的深邃起来，他缓缓开口道，原来你们是无上传承者，看来你们都是无上神所选中天命之人，没想到已经成长到这一步了。周围的空气似乎因为老君王的话语而变得异常的凝重，萧炎灵动牧尘以及丹神塔众人在这凝重的氛围中显得更加坚毅。老君王的话像是对他们的认可，也像是对他们未来的期待，并且老君王在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了一抹难以摧残的坚定与决绝，仿佛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他们都不会有任何的惧怕，不停地勇往直前。而也就爱这个时候，原本一座殿堂的环境似乎开始有了变化，周围的景象焕然一新，一棵巨大的参天巨树浮现，微风吹过，巨树上面的叶子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为无上传承者的勇气和决心在喝彩。一道特别的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萧炎灵动牧尘3人的身上，为他们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环，更增添了几分神圣的气息。萧炎灵动牧尘等人被眼前的这一幕发生所震慑，他们环顾四周，只见原本熟悉的宫廷殿堂在一瞬间变成了另一个全新的场景世界，并且这全新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古老而厚重的气息，仿佛规则重塑，大道无形。他们能够清晰地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四面八方压迫而来，那是造化之威，神圣霸道且不可抗拒。周围的场景如同泼墨山水，随心所欲地变换着，空间都在这股力量之下显得扭曲而缥缈。这是造化神力。萧炎灵动牧尘深知，眼前这位老君王的实力恐怕已经达到造化主神的领域，因为只有造化神力才能轻易扭曲世界的规则，颠覆常理。他们目睹着这一切，内心波澜壮阔，仿佛自己置身于一片无垠的海洋之中，巨浪翻滚，几乎要将他们吞没。造化主神的威严让得连他的呼吸都变得艰难，仿佛所有的大道都被抽离，只剩下绝望的挣扎。然而周围的景象又开始有着变化，在那造化规则之法的影响下，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似乎一切都沉浸在了一片混沌之中。原本清晰可见的山川河流，现在只留下几道若隐若现的轮廓，如同水墨画中的一笔，让人捉摸不透。而那老君王的身影却在这片混沌中显得愈发清晰，他依旧坐在那里，就如同是规则的化身，神圣而威严。但是这位老君王所展现的造化神力并没有伤害他们，仿佛实在为他们展示着什么，在预示着什么。最后萧炎灵动牧尘感受到自己身上的金色光环时，自己的大道神力似乎有了不易察觉的变化，虽然变化的不明显，
可是依旧在他们的敏锐感知下发现了这一点。萧炎他们的目光落在那端坐于王座之上的老君王身上，只见其身上正散发出了一道造化规则的神圣光辉，那是一位造化主神的标志，代表着无穷的造化神力和对世界规则的掌控。萧炎和灵动牧尘他们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之色。造化主神在整个诸神万界中都极为罕见的存在，竟然在神州皇国显露真身，让他们遇见了。这一刻，他们才真切地感受到这位老君王的恐怖实力远超他们所知的造化主神。如此可见，这神州皇国并非想象的那般简单，不仅有大道主神的存在，而且还有造化主神的存在。这样的一个底蕴，放眼整个诸神万界的任何一道势力都难以与之匹敌。这里便是我的造化领域，怎么样？是不是觉得你们辛辛苦苦突破到大道之境，比起老夫的造化领域中的任何一处都显得微不足道？老君王一脸笑意，仿佛他之所以这样做作，似乎别有用心。不过的确，在老君王这番话说出之后，萧炎、灵动牧尘以及花仙子云韵他们这些大道主神都感到了一股对他们的绝对压迫，并且毫无抵抗的力量。但是让他们有些想不通的是，老君王前辈展现出他的造化领域意欲何为？在老君王的造化领域内，萧炎他们心中的所有想法都已经展露无遗，全部被老君王看得仔仔细细。我之所以展示我的造化领域，是想让你们知道大道和造化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想让你们这些无上传承者知道一些我们神州皇国的由来和千万年前发生的一场惊天变故。此话一出，顿时让萧炎他们来了兴趣。原本他们就对神州皇国之地有着独特的兴趣，现在对方这么一说，他们的内心更为的期待。老君王前辈，你为何要告知我们这些信息？虽然他们也很想知道神州皇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势力存在，但心中也有着自己的一些疑惑，毕竟他们才第一次相见，这等算是属于神州皇国的一些秘密，居然可以对他们毫无保留的揭晓。闻言，老君王也是淡淡一笑，这一笑也是明白了他们心中所想的疑问。很快，老君王便是解释道，我之所以要和你们述说我们神州皇国的由来和那一场惊天变故，或许就是因为你们是无上传承者的原因吧。身为当时神州皇国的老君王，他自然也是见过当年那无上神的身影，所以在知晓了萧炎、灵动牧尘他们都是无上神的传承者之后，老君王的内心其实也是尤为的激动。既然是无上神的传承者，那么自然眼前这三位青年肯定不是寻常的普通修炼者。听了老君王这样的一个解释，萧炎他们也能够接受，当即微微的点头，原来是这样。紧接着，老君王也将神州皇国的秘密一一道了出来。在千万年前，我们皇国的势力范围并不只有这些，当时也并非是和如今一样与外界产生隔离独立。当时我们的皇国乃是9大界之中拥有着最强的战力，甚至可以与神界域那些神族势力斗上一斗。听到此处，萧炎、灵动牧尘以及丹神塔的众人直接给震惊了，心中巨浪翻腾，难以想象当时神州皇国的底蕴是多么的恐怖与强大，竟然可以与神界域世界的那些神族进行抗衡。要知道，神界域乃是大宙的上界，而9大界属于大宙的下界，上界的资源永远比下界的资源要丰富很多很多，并且也不是一星半点。随随便便一道神族来到下界之中，足以让那个9大界都感到来自上界的压迫感。特别是那7大神族，其底蕴更是恐怖级的存在，并且拥有着大宙诞生时就孕育出来的初始本源，下界任何一方势力都不是其对手。可是刚刚从老君王口中得知，在千万年前的神州皇国居然可以与上界的那些神族势力可以斗上一斗，这得有多么强大的底蕴才可以做得到。毫不夸张地说，即便是现在的神奇联盟、神元宫还是丹神塔，任何一方都无法杀上神界域与那些神族势力进行五五开的抗衡，甚至可以说任何一道神族势力下来都足以剿灭万界神州中的这些所谓的超神巨无霸势力和超神巨波势力。虽然萧炎、灵动牧尘对那些神界域中的神族势力底蕴了解的并不清楚，但也知晓一些神族的可怕存在。当初见到亡灵神族的那3位强者之后，就知道神族的底蕴和实力并非是他们这些下界的任何一道势力可以与之比较的。所以刚刚老君王在说他们的神州皇国可以与神界域的神族斗上一斗时，才让他们感到无比的震惊。